大家好，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到年底不到头。2021年的大戏都挤到了一块儿了，各大厂之间的勾心斗角跟娱乐圈的风云交相辉映，煞是好看。赵丽颖的《野蛮生长》注定是充满了爆点的2022年的大戏了。然而，这部《野蛮生长》也同样的交织着众多2021年的各种的喜怒哀乐。娱乐圈仿佛就是大社会的小缩影了，各式各样的明星们的喜怒哀乐，奇妙的同样串烧起了不一样的观众们的喜怒哀乐了。就这样，赵丽颖的《谁是凶手》居然和王一博的《风起洛阳》相逢了。其实他们两个还不是刻意碰撞的对手。洛阳神韵出彩的话，压制的是另外一出的大戏。只是许多人都想不到的是，今年的遗憾居然还是一个鸡肋般存在的奖项。它虽然不是那么的举足轻重，却也深刻的影响到了赵丽颖和王一博这一对本来可以今年对戏的王炸姐弟。期待明年，或许他们要做的注定都是同一件事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能够奇妙的再续佳话，能够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央视的官方媒体终于姗姗汇总出来了这个12月份即将上线的各个压轴大剧了，其中每一部都是潜力不错的一匹黑马了。他们的定档会让各自的观众们都会各顾各的欣喜若狂一番的了，也会让观众们摩拳擦掌的做好了各种的吃瓜围观、神仙打架的各种开心的准备了。从已经放出来的定档电视剧的消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雪中悍刀行》、《沉睡花园》、《谁是凶手》、小敏家、开端等等，几乎个个都是演员阵容给力、编剧实力强大的，都有望成为潜力无穷的爆款的精品了。而其中开端、谁是凶手、小敏家特别的让影评专家们翘首期待的。或许您实在想不到的是，我之前聊过的非要挤在12月份上线的这个《雪中悍刀行》，对口叫板的其实就是《风起洛阳》了。大厂之间的过招有时候真的是超出了许多吃瓜群众们的视角。当我们以为赵丽颖的《谁是凶手》在时间点上是在跟《风起洛阳》打对台的时候，而实际上《风起洛阳》已经迎来了《悍刀行》的强的对决了。雪中悍刀行这个大 IP 能够最终的落在张若昀的手里，之前已经引发过了许多吃瓜群众们的热烈的围观和热议了。因为在《庆余年》爆火之后，观众们就已经开始对张若昀产生出了标准更高的不同的期待值了。所谓水涨船高，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在预告片的质感上看，《雪中悍刀行》对原著的还原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不出改编之后的剧情主线，但是这部剧在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上的撮合和配置已经是无声胜有声的那一种强大的保障了。《雪中悍刀行》的导演宋小飞虽然在导演经验上并不是十分的丰富，但也是业内出了名的专业人士了。他曾先后2次凭借作品《杀生》《斗牛》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摄影的提名。所以呢，在预告片当中的镜头画面里，观众们就能够直接顺便的感受得到《雪中悍刀行》那种大场面所勾勒出来的影像的魅力了。不出意外的话，腾讯的这部《雪中悍刀行》就是要拿来校正爱奇艺的《风起洛阳》的。这种大厂之间的勾心斗角，的确让高端的布局超出了所有吃瓜群众们的眼界。
而且黑马爆款的出现，的确非常具有悍刀骑兵的效果。顶流王一博所担纲的风起洛阳，能否担得起这一波横劈过来的黑马悍刀，的确值得大家一同来注意、来留意的了。所以吃瓜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剧场的相遇，一见面就会争冠争先，比个高下的。其实大家的侧重点还是各不相同的。赵丽颖这次透过这出网剧跨马出山，为大家带来一波新鲜刺激的悬疑冲击和视觉大赏。说实在的，我其实聊过无数次了，评级偶像剧出圈的赵丽颖，这次网剧快车驾到转型的意图是唯一一个非常明显的来年的考量了。尤其是在有匪之后，赵丽颖参演的影视剧都是选择了幸福到万家、谁是凶手这么样的一种对演技有考验、对难度有挑战的必要的转型类型的作品。这次的谁是凶手堪称赵丽颖转型道路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跳板了。爆则来年可期，鼓舞飞扬，可以乘风破浪了。否则的话，炸不开这山，只能够继续炸开那山了，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了。而以赵丽颖的演技实力，她绝对有望成为流量化当中最先完成转型的实力派演员。谁是凶手这回作为一部悬疑犯罪剧，刚刚好就是这2年极受欢迎的、发展迅猛的、吊足胃口和吊睛的题材了。实力派演员火力助阵，再加上大热题材的东风加持，谁是凶手成为爆款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除非出现我之前所提到过的编剧上的隐忧了。因为演员的演技再出彩再丰满，故事情节固收如柴的话，越来越挑剔的观众们也能够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逻辑上的瑕疵，甚至于落差，从而把问号都积累到了一个可以吐槽的临界点上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整部剧都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总之，从12月份定档准备排期的新剧片单来看，今年年底的影视剧竞争压力甚至比暑期档还要让人上头了。毕竟一场娱乐圈整改风暴之下，把所有的精彩都故意的推迟了。现在仿佛各个平台都在使出了吃奶之力了，拿出了王炸之作了，为擦亮自己的招牌，一股脑的挤在了一块来华山论剑了，是要在2021年的年尾做个强势的收尾，做个霸气的了断。不过这些爆相十足的大剧大片，想要抓住挑剔的观众们的眼球，只靠演员们的阵容以及宣传的噱头还是远不够的。只有扎实的剧本、入扣的情节，才能够牢牢地抓住观众们的胃口，让影评和专家们为之喝彩、折服和倾倒。赵丽颖一年磨一剑的这部《谁是凶手》，到底能不能在群雄汇聚的这个大场面当中脱颖而出呢？还是新闻我时常提到的那3个字了，也就是眼神杀了。因为赵丽颖的眼神杀，让她在以往的各种偶像剧当中得以突出重围，碾压了群花。现在的转型当中的眼神杀到底带来了如何的观感呢？的确值得大家一起来期待了。无视专家的我，如果都如此挑剔的话，所有那些叫得出名堂的大 V 大号们、专家学者们，注定都会把火力聚焦在了他的眼神杀上了。话说赵丽颖的演技是众多8-5花当中最出众的那一个了，古偶剧演多了，似乎给人一种完全定格的印象分了。结果早前和那些正经八百的实力派演员在知否中的搭戏，一度也被观众们一道的质疑过他的演技了。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
厉害的他还是霸气的上演了一回自己的演技，以及那灵气四溢、光芒四射的眼神杀出来了。这次新剧《谁是凶手》的预告片当中，赵丽颖那个转型拍摄现代悬疑剧的眼神杀，虽然短短一晃而过，却给新闻我传递出了一种新鲜热辣的热度出来了。这跟他之前所涉足的各种剧情和人设都有着很大的差距感，不知道您看出来了没有呢？就算是他的另外一部《幸福到万家》，这么样的一部相当接地气的时代正剧，在预告片当中，新闻我仿佛还是觉得赵丽颖的眼神杀和招牌的甜笑背后，还是流露出了一种稍稍相似的和重复的感觉出来了。或许剧情和人设的重叠感让他不得不做了一些妥协吧。因为预告片都很短，所以我绝对不敢妄下结论，希望这次不会走眼吧。反正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悬疑剧《谁是凶手》，赵丽颖的眼神杀已经开始明显的感觉在用力的蜕变，用力的挑战着自己了，已经开始试着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自己的框框了，突破了以往的樊篱了。眼神可期，让我们一道拭目以待吧。说回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风起洛阳吧，很明显大火算是越烧越旺了。这部由谢泽执导，黄轩、宋茜、王一博、宋轶等人联合主演的古装悬疑剧《风起洛阳》，上线之后一直都是人气拉满，火爆不已，大有一波全民追剧的盛况气势。众所周知，为了避免番位之争，这部《风起洛阳》已经取消了演员上的男一和男二之分了。虽然没有言明是一出双男主的剧，但是结果还是相似的。唯一的一点不同，可能就是该剧还同时塑造出了2个女主角出来了。在该剧当中，2位男主分别由黄轩、王一博饰演，他们身处不同的阵营，从开始的彼此的敌对，到后来的携手破案，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不仅有剧情和线索的发展和铺垫，更有这2位演员之间的演技上的较量和比较，情况特别的突出。有一说一，不吹不黑的说，因为我感觉王一博的演技比起黄轩，肉眼可见还是差那么一丢丢的，毕竟单单一圈的年龄差就明晃晃的摆在那儿呢。但是王一博的演技在剧情里面并不拉胯，而且还自带了相当的酷帅他自己所独特具有的趣味点和萌点。起初的角色也是相当的讨巧的，后面和黄轩的对手戏注定会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磨合，而且越来越出彩的，只会更加的有意思了。我之前也详细的聊过了，这部剧的看点实在是太多了，节奏太紧张了，所以吸睛的程度只会越来越拉风和紧凑的。很多的剧集开出了6集8集的话，才开始交代人物和主线的方向了，而这个风起洛阳居然才6集的剧情就已经把主线展开的很久了。新闻我于是觉得风起洛阳的7、8集足够其他剧集拉扯胡掰个20来集的了，这个节奏是真心让人舒服的。或许单凭这一点，就是风起洛阳能够继续压制其他潜在的对手的，其中就包括那个悍刀行了。而这种差距足足有1个码头之多了。紧凑和紧张是大爆剧的刚需卖点，风起洛阳一开始就已经做到了。而且不得不提的是，虽然风起洛阳一开播单单6集下来而已，就已经出现了不下20来个关键人物了。这么多的关键人物必然会编织出一个庞大的人物关系网出来，而这个人物关系网的背后
就隐藏着无数的线索和最终的真相了。这种干货满满的诚意，就是马伯庸的招牌的特色了。王一博跟易烊千玺一样，一前一后搭上了这条故事满满的大船，的的确确更加容易的出彩和出圈了。有人说，剧本可以造神，此话不假。运气这个玩意儿，有时候真的很造化，很奇妙。话说，风起洛阳前几集就一直围绕着告密者这一条主线展开了。随后呢，引出了不良井、垂柳行、春秋道等等的幕后的组织，一条的线索居然就能够发展出无数条的线索，齐头并进了。这种格外加分的烧脑的戏码，无疑增加了剧情的紧张度和丰富性了。风起洛阳仅仅开播数日，热度就已经不断的飙升了。无论剧作还是演员，都是上乘加上上乘，紧张加上紧张，戏里戏外流量热度，紧张桥段入扣的情节，注定会让风起洛阳的大火越烧越旺了，火烧到来年了。王一博只要在这部剧当中不掉链子，把一种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百里的状态保持下去的话，他真的有可能蜕变成为人们口中的常说的那个演技派了。其实据新闻我的分析，大部分吃瓜人都特别的容易接受一种外放式的演技，比如说大哭大笑的那一种情绪上的表达的语言，而接受不了一种内敛式的演技。而收放自如的演技派演员们就能够做到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别说王一博，就连周迅在演《如懿传》的时候就被不少的网友们一致的吐槽说，他在该哭的时候没有大哭，不应该这样那样的云。这种的挑剔也是有情可原的，娱乐圈精神必须要有，即便悲伤的表达的方式其实并不是只有大哭大悲的表面化的诠释才行。无论如何，通过这次直接对手了黄轩，王一博的确已经顺便学习到了不少收放自如的情绪技巧和眼神杀技巧了。而下一步的无名当中，对手梁朝伟更加是成为了王一博未来可期、来年可期的最大的资本了。希望我今天算是跟大家一次过分析完了赵丽颖和王一博这一对王炸姐弟的各自的爆点和炸点了，分别到底在哪儿了？剩下的就是大家伙共同的目的了。而这个共同的目的，我也一路聊过无数期的了。您猜，他们这个王炸姐弟之间最终的目的会是什么呢？您想想看。其实那就是转型的目的，演技的目的，也就是同一个目的了，那就是拿奖了。只是很可惜的是，今年刚刚官宣的一个大奖，居然让这对王炸姐弟完完全全的出局了。原因非常的匪夷所思，却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因为这绝非个人之过，而是时代之错。那么新闻我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华鼎奖虽然不是什么主流的专业的奖项，但最起码的它也是一种荣誉来的，可以鼓励到演员们创造出更好的影视剧作品，明白自己到底需要如何去进步和改善。今年的华鼎奖将会如期的举办，目前为止他已经公布了所有的奖项的入围名单了。这一份入围的名单当中，流量演员们居然全部都消失了。入围者大部分都是踏踏实实演戏的那些非流量型的演员，以及一些演技说话的老戏骨们。主办方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让奖项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都会有所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为了响应所谓的去流量化的国家号召了。这一点我也聊过了无数次了。对于所谓去流量化的国家性的号召，
大家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本频道一路以来的特别追踪和深入的报道。所谓有果必有因，当我们不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时候，历史其实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这次主办方去流量化的目的，明显是一刀切，矫枉过正了，让那些辛辛苦苦用心演戏的清流演员们，也跟着那些主流演员们一道吃了他的闭门羹了。大家的努力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公平的对待。最可惜的落选演员就包括王一博、李易峰、赵丽颖了，他们绝对有资格一同入围，却又意外的失去了这一份荣誉的角逐。其中王一博居然没有入围到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他所主演的《有匪》在宽年档期播出之后，是继《陈情令》之后的又一部大热的作品。与《蓝忘机》相比的话，谢允的调皮捣蛋、古灵精怪，同时也不乏深情款款的趣味点，把人物诠释的非常的饱满，非常的充实。不仅让无数的路人粉不仅看到了王一博作为演员的强大的可塑性，也被他相当出圈的表演彻底的给圈了粉了。所以相比入了围的罗晋、任嘉伦、周一围、李乃文、郭麒麟，王一博还是有竞争能力的，至少对比后面的两位而言。结果呢，他却败在了流量太大的原因上了，被主办方无情的拒之门外了。王一博可圈可点的表现被主办方刻意的忽略了，连入围的资格居然都没有。新闻我只能说，王一博压根儿不是没有资格，而是谨小慎微的主办方为了避嫌，为了怕麻烦，最终不得已而为之的。要知道，现在王一博已经是主流艺人了，这种的时间差让这个主办方畏首畏尾了，谨慎了事儿了。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李易峰、赵丽颖这两位曾经斩获金鹰奖的男女演员，居然也一道无法入围华鼎奖，个中的悬疑感更是甚嚣尘上的了。要知道，李易峰所主演的时代正剧《隐秘而伟大》在党媒 CCTV 的电视剧频道播出之后，口碑相当的好，直接让李易峰就完成了自己的转型的步伐了。他所饰演的顾耀东的角色，一身的正气，坦坦荡荡，散发出了无穷无尽的爱国主义的光环。可是李易峰还是没有入围今年的华鼎奖。搞笑的是，该剧的女主角那个金晨，居然成功的入围了10佳电视剧演员，都是同一部大热剧走出来的主角演员，差距居然也这么的大。难道男主李易峰真的不如女主金晨的表现好吗？答案明晃晃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男主李易峰把顾耀东的角色诠释的高大上，很出彩，观众们的观感和口碑也出奇的一致，非常的不错。然并卵的是，李易峰身带的原罪就是娱乐圈第一代的流量明星，是流量时代的标志性的开荒牛之一了。所以呢，李易峰的流量的标签太有代表性了，因此今年的华鼎奖毅然决然的顺便的把李易峰给拒之门外了。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娱乐圈这个风暴整出来的一出苏州屎的原因了，所以呢，不得不牺牲一下这个小我了。同样的，赵丽颖、王一博所合演的《有匪》是他产后之后的复出之作了，被他个人寄予了深切的厚望。播出之后，虽然赵丽颖的表现被人反复的吐槽和诟病，有些的观众老是感觉赵丽颖的灵气似乎已经变少了。然而呢，数据自己是会说话的。无可否认的是，赵丽颖的演技绝对是过关的，跟华鼎奖所罗列出的女演员的列表绝对是有一拼的。所以说，
赵丽颖入围今年的华鼎奖，注定是不在话下的。结果呢，原罪使然，王炸姐弟一同吃了华鼎奖的闭门羹了。有匪居然一个奖项都没有入围，这是赵丽颖唯一一次在年度中有作品却没有获得入围资格的情况。这一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太多了，不是赵丽颖不配，只能说赵丽颖和王一博一样，都是顶流的原罪，都是因为流量太大的原因被统一的划分到了流量演员的行列了，演技也就通通的都被主办方刻意的给忽略了。王一博、赵丽颖、李易峰这些演员今年的流量既是事实，其实也是历史了。因为流量的缘故而被拒之门外的话，的的确确让这些演员们承受了又一波的时代的不公了。2022年来年可期，用作品说话，用眼神杀进阶，用实力去转型，注定会成为了云匪夫妇必经的道路和快线了。有些事情口头上的解释是没有用的，只有实力的验证和行出来的霸气，才能够让所有的奖项的主办方刮目相看的，无法置喙的。新闻我只想说，让风起洛阳和谁是凶手痛痛快快的烧过上半年吧，让群众们的眼睛更加的雪亮吧。如果您同样的认同新闻我的说法，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简单的8个字，也就是实力说话，来年可期，这8个掷地有声的字。因为靠人不如靠己，靠己不如靠作品。大火的证据只会堵住那些欲盖弥彰的嘴，您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所有的黑夜，可以带来了全部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聚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了。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